我老公出轨了一个比他大15岁的老女人，我为了报复他，找了个18岁的弟弟。可我没有想到，当我和18岁弟弟在床上时，那个老女人推门进来了，她竟是小奶狗的长辈，而跟着进来的竟还有我那出轨的丈夫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是在陈燕30岁生日当天发现她出轨的。她去洗手间忘记带手机，而手机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头像，还有一段格外暧昧恶心的话：今晚要吗？我瞬间坠入冰窟，解开陈燕的手机，置顶的人备注名字为双双。双双是我老公的初恋，和陈燕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和我提起过这个双双。双双是陈燕大学同学的姐姐，陈燕喜欢过她，只是后来双双去北上广闯荡，便甩了她。后来双双结婚，生了个儿子，后来离婚了。我将陈燕和双双的聊天记录给翻了一遍，原来他们半年前就勾搭上了，狗男女背着我偷情了多次，甚至在我平常睡的床上，我取出自己的手机，对着陈燕的手机开始了录屏。所有都备份完善后，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，等着陈燕从卫生间出来。当瞧见陈燕的那瞬间，我已经决定，既然陈燕出轨老女人，那么我要报复她，我要送陈燕一个巨大的惊喜。陈燕给我戴老女人的绿帽，那么我便还她一顶小奶狗的绿帽子。而我的目标正是陈燕与双双聊天记录里的顾慈，双双的儿子。双双向陈燕哭诉，说是自己儿子非常独立，才刚上大学就已经勤工俭学，周末2天时间都在学校外面的咖啡馆兼职。为了制造偶遇，我周末一个人去了那家叫做曼迪的咖啡馆。尽管我已经知道顾慈长什么样子，但真正亲眼瞧见端着咖啡的小帅哥从远处走来时，我仍然是不由眼前一亮。顾慈将咖啡从托盘中取出，欲要放置在我的面前，而我故意伸手去接，才堪堪碰到一点，我就哎呦一声，咖啡杯倒了，杯子里浓郁的咖啡顺着桌沿洒在了我的衣服上。我惊慌站起身，顾慈顿觉不好意思，他连忙道歉：对不起，姐姐，卫生间在哪？我去洗一下。我眉头微微蹙起，紧盯着顾慈。顾慈立马为我带路，好在店里并不忙，所以顾慈不用为别的顾客服务。我故意着急地扎进了卫生间，任由水珠将衣服越打越湿，甚至里面的黑色胸衣都映出来。瞧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我露出了势在必得的笑。姐姐，顾慈瞧见我走出来，很抱歉地唤道。可当瞧见我胸前的衣服都湿了，他下意识地转移了视线，只是说话的语气明显没有之前的稳。你的衣服打湿了，这样没法出门，要不你先去我的休息间换一下衣服吧。至于你身上的衣服，我会帮你拿去干洗的。我装作一副为难的样子，好一会儿才抬眸，小声道：那好吧。这么快就能够踏入顾慈的私人空间，我还真是没想到。我去了顾慈的休息室，双手环抱胸前，盯着顾慈。姐姐，这件衬衫是新的，你换上吧。我盯着顾慈，当瞧见顾慈的耳根泛红，我不由翘起了唇角，还真是个纯情小男孩。谢谢你了，小帅哥。我故意一副老气横秋的语气开口。顾慈有些不自然地离开，他将门关上之后守在门口。我将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下来，并没有立刻就穿上顾慈的衬衣，而是故意冲门口方向大喊一声：哎呀，好可怕，你怎么了？顾慈想也没想推开了门，可当瞧清楚面前的我，
顾慈像是被火烧了似的，立马冲出门外。我得逞的一笑，换好衣服之后，我从休息室走出来，倒是没瞧见顾慈守在门口。挑逗顾慈的目的已经达成，我没有继续留下来的必要，毕竟不能一下子将顾慈这个18岁的小弟弟给吓到了才是。因为要送还衣服，我们互加了微信，我便收拾了平板离开了咖啡厅。几天后，终于收到了顾慈的信息：姐姐，衣服已经干洗好了，你住哪？我给你送过去。我不在家，你给我发个地址，我来找你。我的眉眼间染上了一层笑意。叔弟，微信对话框里面便冒出来了定位，是一家酒吧的定位。我不禁嘴角扯了扯，还真是一个努力积极的小年轻，总是有干不完的兼职。刚进酒吧，我发现正在把台前调酒的顾慈已经被好几个女人给包围住。我也没有立马走上前，而是静静地看着他拒绝了一个又一个女生。在顾慈拒绝了第 N 加一个女人之后，走到了吧台前，打趣道：哎呦，弟弟的行情这么好。顾慈的脸倏地就红了。这是你的衣服。顾慈回过神，立马将藏在桌子底下的袋子拿了上来，递给我。我接过，却没有立马走。我对顾慈说道：给我来一瓶威士忌。顾慈想说话，但是最后什么都没说。我拿过威士忌，不管不顾，直接猛地灌了好大半瓶，还打了个酒嗝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晚上12点的样子，顾慈下班了，而我却趴在吧台上装醉。已经很晚了，你喝醉了，我帮你打电话给你家人。顾慈在我的耳旁念叨。我突然直起身，一副醉醺醺的样子，一把直接抱住了他的腰，甚至脑袋还埋在他的腰间。果然是身形修长，而且还有腹肌的年轻小奶狗。我没有家人，你别管我。我突然松开了顾慈，猛地拽住一把钞票搁置在桌面上，然后直接朝酒吧门口走。只是走路的样子晃晃悠悠，仿若下一瞬就要倒在地上。姐姐，你的衣服忘记拿了。顾慈追上了我，我正式开始了我的表演，蹲在地上抽噎着，像是受了这天底下最大的委屈。我是不是很糟糕？所以都没有朋友，所有人都讨厌我。姐姐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当你的朋友。听完顾慈说的话，我对着他傻笑，将喝醉的样子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以至于顾慈根本发现不了。我甚至在顾慈的面前跳舞，像一个闹腾的孩子。但隐约间，我瞧见了一直伸手准备护着我的顾慈，唇角微微扬起。我正在织一个网，而顾慈已经迫不及待地钻进了我编织的网中。没过几日，我准备再次去找顾慈。通过这几日聊天，我已经知道了他的行程安排。我要给顾慈一个惊喜。下午4点，我站在江城大学门口，手撑着一把小花伞。我故意拍了一张江城大学门口的照片，发了一个朋友圈，还特意朋友圈分组给顾慈一个人看。操作完这一切时，我倒是气定神闲的在等顾慈主动联系我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发完朋友圈不到2分钟，顾燕便主动给我发来了信息：姐姐，你来学校了吗？顾燕中规中矩地发来了文字消息，我使用了语音输入：我来这附近办事，可没有想到雨这么大，身上全都淋湿了。又想着你在这所学校上学，就想来看看你，又怕打扰你上课。发完语音，我还特意自己听了一遍，虽然有些腻歪，但顾慈这样的单纯小弟弟就喜欢这一套。等我盯着这2个字，我这下笑出了声。不多会，顾慈便来了。姐姐，我听见了不远处有人呼唤，抬眸望去，
便瞧见了穿着白衬衫和修身西裤的顾慈，充满了青春气息。姐姐，这么大雨，你怎么不找个地方躲雨？顾慈皱着眉，上下打量了我一遍之后，将他自己身上穿着的外套给脱了下来，披在了我的肩上。我闻着顾慈衣服上的味道，不禁心漏跳了一拍。我这还不是担心你找不到我吗？说完，我打了个喷嚏。见顾慈盯着我，我还刻意缩了缩脖子，一副很冷的样子。顾慈闻言，抿直了唇瓣。走吧，我带你去我住的地方。我暗喜，故意伸出手去触碰顾慈的手。当我的手碰到了顾慈的手，而顾慈却没有松开时，我浅浅一笑。只不过我瞥见顾慈的脸颊似乎变红了，我意识到顾慈在害羞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20分钟后，我跟着顾慈去了他的公寓。和我调查的差不多，顾慈一个人住一个单身公寓，应该是他那妈妈给他买的公寓。虽然是一个小屋子，但胜在整齐干净。我甚至在心里想，双双那样的贱女人是怎么样教养出顾慈这个乖孩子的。不过想到我会将顾慈给睡了，让顾慈成为坏男孩，彻底粉碎那个女人的希望，我就莫名爽。我的衣服都湿了，我可以借用你的洗手间洗个澡吗？我将顾慈的外套脱下来之后，故意拧了一下自己的衣角。顾慈转过身来看向我，他手上拿着吹风机，可当瞧见我露出的纤细腰，他的眼眶不禁有些猩红，甚至喉结滚动。我当然发觉了顾慈的反应，而且很满意。纯情小奶狗又怎么可能是我这样的熟女对手？我勾唇一笑，故意朝顾慈抛媚眼。不可以吗？顾慈回过神来，立马将视线投向别处。当然可以，得到了肯定答案。我故意进了洗手间，而且以最快的速度洗澡。然后大概过了10分钟的样子，我忽然尖叫一声：怎么了？顾慈有些紧张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我立马在洗手间里面装作哭泣。顾慈大概是以为我摔跤了，毕竟我闹出来的动静比较大，他猛地敲门，可谁知这门根本就没有关，他一敲，门倒是自动开了。顾慈瞧见了我，立马转过身去，而我根本没有穿衣服，直接就朝顾慈走过来。我走到了顾慈的身后，从顾慈的背部直接环抱住他，整个前胸没有任何遮挡的贴在了顾慈的后背。顾慈正愣，我能够明显感觉到他脊背一僵。我故意冲着顾慈的耳朵眼里说道：小弟弟，难道你不喜欢我吗？可我喜欢你。喜欢是什么？从被自己的丈夫背叛那一刻起，我已经丧失了喜欢的能力。但为了哄骗顾慈，我可以装出自己很爱他的样子。顾慈大抵是相信了我说的话，他好一会儿才发出沙哑的声音：你还是赶紧穿上衣服吧。而我却直接踮起脚尖，吻住了顾慈的耳垂。一切又是如此发生的。我原本以为至少顾慈会抗拒一会儿什么的，但事实上是这火是我惹起来的。但是顾慈却是那个将这团大火点得最猛烈的人。我被他压倒在了单人床上，承受着年轻人的风雨，已经很久不曾这般酣畅淋漓了。只是我没有想到顾慈的体力竟然这么好，要了一次又一次。等到终于停歇下来时，我的腰都感觉快要断了似的。我不禁感慨，年轻就是好。原本我还想着歇几分钟就走的，可谁知道这一睡竟然就是大半天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床上原本躺着的顾慈已经不见了，但是却给我做了吃的，还留了一张纸条：姐姐，我有急事先出去一趟，我煮了粥，醒过来的话你可以自己吃哦。看着顾慈写的字条，我心里有一丝奇怪的感觉。为什么
我竟然会升起一丝罪恶感呢？我什么时候竟然变得善良起来？竟然会觉得自己不该耍弄顾慈这样一个无辜的孩子？带着复杂的情绪，我匆忙换上衣服，拎着包离开。我开始闹失联，因为我在想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比较好。连续3天，我都没有搭理顾慈，可顾慈却是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发信息。我原本准备只要顾慈不再来招惹我，我就不继续利用她。可偏偏我发现双双这个女人更加变本加厉，她竟然开始揣度我那个自大狂丈夫陈燕转移婚内财产。于是我故意给顾慈发消息，我生病了，可怜的表情包后面是我家地址。紧接着我又给陈燕打电话，和我猜测的没错，陈燕直接挂了我的电话，但立马又给我发来了消息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在开会。瞧着陈燕发来的信息，我只觉整个腹部都在翻滚。我的确在家，只不过我没有生病而已。但现在我感觉自己真的病了，被陈燕恶心病的。开什么会？我早就问过公司的人，陈燕她已经3天没有去公司。陈燕和双双厮混在一起3天，我并没有计划陈燕会回来，所以我故意提前将家里布置了一番。只要顾慈一出现，我就会邀请她看电影。而其实那电影不过是我叫人偷拍陈燕和双双在一起偷情的视频而已，刺激顾慈，借用顾慈的手去摧毁双双，这比我亲自动手要更加刺激。叮咚，门铃声响起，我故意将睡衣的领子往肩膀那扯了扯，一副衣衫不整的模样，踱步走至大门口，将门打开。顾慈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外，他双眼猩红，与我四目相对后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冲了进屋，一把将我摁在了门后。我一怔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便是铺天盖地的吻。我察觉到唇瓣被啃噬得格外生疼，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念头：几日不见，在某件事情上还是小学鸡的顾慈，是怎么做到接吻技术突飞猛进的？接下来的一切发生得格外自然。我想，我大概是沉迷于顾慈的肉体，所以才会任由顾慈胡来。一切结束时，顾慈很温柔地照顾躺在沙发上的我。我是已婚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着顾慈伸过来的勺子喝了一口粥，故意问道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然会心软，甚至觉得如果顾慈一直陪在我的身边，似乎也挺好。有这么一个念头，我只觉罪恶。不，我该有的是对双双这个女人的厌恨，她的儿子，我也不该心慈手软。我在心里已经演练过好几遍跟前的情况，我猜想顾慈会因为震惊，然后与我撕破脸，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现在这样的情况。顾慈放下碗勺，格外淡定地将我抱在怀中，他温柔道：我知道，可我仍然喜欢你。你既然招惹了我，而我喜欢你，就会保护你一辈子，绝对不会放手。我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，有点苦，有点慌。跟前的少年郎太过真挚，而我撇开眼，不看直视顾慈的眼神。顾慈追问：那姐姐呢？你还爱她吗？谁？你？她说不出口老公那2个字。我被顾慈的反应给逗笑了，嗤笑问道：你会爱一个背叛的人吗？我和顾慈都没有再出声。好一会儿，顾慈像是做了一番心理建设，他缓缓开口：姐姐，我喜欢你，你当我的女朋友，不要闹失联好不好？少年的热忱一度令我起了不利用顾慈的心思，可我没有想到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。紧闭的门被人从外面打开，门开启的那瞬间，我瞧见了许久未见的陈燕，还有我最厌恶的女人双双。
而顾慈当然也瞧见了双双，他的好妈妈。你们，陈燕不是蠢货，怎么可能看不出来我和顾慈的关系？陈燕眼神中充满着震惊和不解，而双双更是脸色变化纷呈。顾慈，你给我过来！双双情绪激动地冲顾慈吼道：“你和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”我分明能够感受到双双快要疯了的样子。妈，她是我女朋友。我没有料到顾慈竟然敢这么开口。我瞧见双双的双手颤抖起来，就连表情都变得格外狰狞。我缓缓走到了陈燕和双双的面前，故意不去看陈燕的脸色，伸手朝双双打招呼：“真巧，你和我的前夫在一起了。而我的男友竟然是你的儿子。”我的话彻底刺激了双双，双双被我说的话彻底刺激疯了，她扬手就要朝我脸上狠狠地扇巴掌。我原本想要伸手去阻挡的，但是顾慈却拽握住了双双的手。妈，你打他做什么？顾慈吼道。双双不可置信地看着顾慈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疯话吗？顾慈拽着双双的手，看了我一眼，他的眼神有些复杂，盯得我根本没法继续回望。我立马低下头去。后来发生了什么？我脑袋一片混沌，已经听不清了。我只知道顾慈将双双给带走了。你高兴了？陈燕冷冷地对我说道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还有双双？我和双双是真心相爱的。真心相爱，陈燕，我成全你。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了，你净身出户。如果你不同意，那么我拍到的你和双双那个女人上床的视频就会被公布在网络上，到时候可别说我没有给你留面子。我早就已经做好了离婚的准备。见陈燕盯着我，我沉着脸点开了投影仪。客厅里回荡着陈燕和双双恶心人的对话。关掉，快点！你这个疯女人！我直接将遥控器砸向了陈燕。我耐心可不多，希望冷静期结束之后，我就不用再和你见面。我以为自己不会再与顾慈有任何牵扯，可当天晚上，我收到了来自顾慈的消息：姐姐，对不起。我替我妈向你道歉，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盯着这条信息瞧的时候，我竟然忍不住掉眼泪。没有回复顾慈，我甚至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给拉黑了。我亲手斩断了自己与顾慈的所有可能，一切都像是大梦一场。而我按部就班地开启了自己的新生活。与陈燕的离婚冷静期时间刚过，我便和陈燕离婚了。离婚后，我听说陈燕和双双在一起了，但好像时常争吵。也知道双双怀孕了，在医院保胎，但这一切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远离渣男贱女，我仿若新生，所以第一时间拍了自己手中的离婚证书，发在了朋友圈。并且配文：敬我永远热爱的自由。很多朋友开始留言关心，但我都没有回复。我想看看顾慈有没有给我点赞，可傻傻的反应过来，自己早就已经将顾慈的微信拉进了黑名单，他又怎么可能看到我发的朋友圈？只是我时常会梦见顾慈，梦见与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大梦初醒时，我的眼角甚至有些湿润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对顾慈不单单只有利用，我还丢失了自己的心。望着手机里我偷拍的顾慈照片，我扯了扯嘴角，笑容充满了苦涩。6月那天，我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去医院做体检。走在医院的过道上，我竟然一眼辨认出来了顾慈的背影。他似乎比之前长得更高了一些，但却看起来更瘦削。我不敢认，甚至下意识地想要躲起来。正当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，顾慈却转过身来，
他自然也瞧见了我，还是他主动和我打招呼。姐姐，一声久违了的姐姐，令我的心绪复杂。我尴尬地回应：你怎么在这里？顾慈抿了抿唇应道：我妈她流产了，抑郁闹自杀，所以来医院抢救，早上刚抢救回来。哦，我干巴巴地应了句，便准备离开。我和顾慈之间的气氛格外尴尬和古怪。姐姐，顾慈忽然唤我，待我正愣之际，他已经拽住了我的手腕。我沉默地看向顾慈，我在心里猜测顾慈想要说的话。我甚至觉得顾慈会因为他妈妈而咒骂我一顿，但事实上顾慈并没有，是我想的太过粗俗。顾慈真正的是一个温柔到了骨子里的男孩。姐姐，如果我说我喜欢你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重新开始吗？顾慈的眼睛里盛满着星光。我呆了呆，完全不懂顾慈这又是怎么了？怎么又好端端告白起来？难道他不是应该为了他妈妈而恨他吗？那你妈妈不愿意怎么办？我下意识地问道。顾慈却是格外坚定地开口：那就断绝关系。你，这还是我认识的温柔男孩顾慈吗？顾慈却当着我的面将袖子全都撂了上去，满胳膊的伤痕暴露在我的眼前。谁打的？我的情绪有些波动。顾慈苦涩一笑：我妈打的。很奇怪是不是？从小别人都以为我没有妈，都将我当成孤儿。毕竟我妈她将我留在身边，有事没事便打我出气。她高兴了也要打我，不高兴了也得打我，因为她觉得我是孽种，她认为是我毁了她的幸福。这些年我一直承受着，可我能做的都做了。如果她还要继续干涉我喜欢你，那么我只好与她彻底断绝关系。我的心柔软成一片。我根本不知道顾慈经历的一切，原来在我和双双以及陈燕之间的狗血关系中，顾慈才是真正最无辜的存在。我的眼眶湿润，但我仍然强忍着没有哭出声。姐姐，顾慈将我拥抱在怀中，他哽咽道：姐姐，现在你是不是能够原谅我呢？追求我的人多的是。我故意将顾慈推开，追求我的人都已经从这里排队到法国都不止。顾慈被我逗笑了，他撒娇道：那姐姐可以让我插队吗？我为什么要让你插队？你有什么过人之处吗？顾慈却凑到我的耳旁，故意压低声音：姐姐，我体力好，能够满足你。我的脸瞬间就红了。这青天白日，大庭广众之下，顾慈竟然开黄腔。后来我和顾慈在一起了，双双那个女人当然不乐意，但是她现在自顾不暇，又哪里有闲心关注顾慈？中途陈燕后悔了，跑回来找我求复合，但是被顾慈给赶走了。我浅笑，故意逗趣：顾慈，你可是从来都不打架的。顾慈亲了亲我的唇角，温柔道：为了姐姐，我甘之如饴。和顾慈开启了没羞没臊的生活之后，我才发现顾慈是真的脾气好，而且占有欲格外强，当然也会给我足够的安全感。每一次我去学校接他的时候，路上遇到了他的同学，又或者他的暗恋者，顾慈都会将我拥进怀中，温柔地向那些人介绍我：这是我的女朋友。一开始我会在意旁人说我找了个18岁的小弟弟，但后来我丝毫不在意，因为我感受到了从前不曾感受过的幸福，那是来自顾慈无畏的爱。顾慈22周岁的那天，他准备了足够大的钻戒向我求婚。那天晚上我哭得稀里哗啦的，顾慈一直安慰我，笑着喊我宝宝。我知道我喜欢对了人，老天爷对我还是善良的，至少在我未来的人生中多了一个顾慈。姐姐，嫁给我好不好？顾慈的眼眶也红了。
因为他担心我会拒绝。我边哭边点头，甚至主动将自己的手伸向了顾慈，示意顾慈为我戴上戒指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顾慈就将我闹醒了，他为我梳头，为我换衣服，甚至想要为我化妆。当天8点半，我和他一起携手进了民政局。1个小时后，我们拿着2本结婚证从民政局走出来，我们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